前几天读了个新闻啊，从新冠席卷全球到2022年的今天，选择人体冷冻技术服务的人突然就越来越多了。富人可以选择在刚被宣布临床死亡后啊，立即把自己冻起来。他们认为，要是能赶上神经细胞还没来得及死亡，就放到液氮罐里冻上，那是最理想的啊。等上半个世纪、一个世纪，没准还有机会再活过来。目前全球已经有22家人体冷冻机构。我们国内也有，只是这2年刚起步。那最著名的人体冷冻机构是美国的阿尔科，全身冷冻的费用是20万美元，只冻头是8万美元，价格已经很多年没变了。那肯定也有人问，怎么还能只冻头呢？这有啥意义呢？真当自己是云天明吗？这点我们后面会说啊。大家好，我是大蜡烛。在视频开始，先让大家做个调研啊。如果我们不考虑经济因素啊，就是假设大家都有花不完的钱，那么在我们去世前，有多少人愿意选择人体冷冻服务？大家可以选一选啊。那这一期我们就超详细的讨论一下人体冷冻这个即将快速增长的新兴产业在中美不同的表现，它究竟是葬礼的变种，还是说它真的是未来科学修身、机械飞升、人机融合的关键门票？人体冷冻究竟是希望的延续，还是对个人财富的最后一次掠夺？这服务会在几年内很快推向消费市场吗？学术界、商业界究竟哪些人在认可，哪些人在反对？当然最后我们也会讨论一些伦理问题。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啊，我先是研究了历史最悠久的机构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这个机构到现在已经50年了，到今天也动了不少名人大佬。他们说服别人选择冷冻服务的逻辑啊是这样的，他们觉得我们人类历史上对于死亡的定义是不断更新的。100多年前，多数人面对一个突发心脏病，呼吸也停止了的人，会觉得他肯定是当场去世了啊。如果这个人一下子就活过来，多数人会说他是起死回生。他们意识不到啊，那个时候的人其实是活着的。于是现代医学不断的制定心肺脑复苏的新标准。阿尔科他们就认为啊，其实人的死亡是一个综合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开关。生命的死亡不是说这一秒你是生，下一秒你是死啊。我们的心电图、我们的脑干、我们的瞳孔反应是当下的判断标准，不一定是未来的判断标准。学医的也都知道，医学上分濒死期、临床死亡期和生物学死亡期，不同国家对临床死亡的定义也都有小小的不一致。阿尔科备受争议的点是啊，他们会把自己定义成急诊医学的延伸。他们认为，如果能在人刚被判定临床死亡的瞬间就把他们冻起来，帮你苟住，保留其基本结构，给你续上几十年，未来是可以重新启动生命的。今天的生物死亡期可能只是未来的濒死期。如果你买了他们的服务，成为了他们的会员，那你在 ICU 快不行的时候啊，相关工作人员就会在旁边等着。一旦医院的医生宣布临床死亡，他们会立刻进行心肺支持，然后放到他们的低温箱里啊。这一步只是为了让你代谢慢点，箱子会被运到他们的总部，届时他们会将身体的血液抽出，换上一种特殊的冷冻保护剂。这种渗透性保护剂可以在低温的时候变成果冻凝胶状，保护躯体里的细胞不会结冰啊。我们都知道，冰晶会形成锋利的边角，能直接破坏细胞结构。当然，如果只冻大脑的话，则会有一个去掉躯体的步骤。现在已经冻着的这些人啊，我统计了一下，差不多40%多吧，是选择了只冻大脑。我们国内第一个冷冻人杜洪啊，也是他们客户，在2015年也选择只冻头，他还是三体的编审。最终，大家的躯体或者神经系统会被永久冻在零下196度的杜瓦瓶中。所以那么大一个杜瓦瓶只放一个人吗？不是，后面可能会增加人数啊，一个瓶可以塞多少人呢？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拉尔夫·默克尔为其背书啊，就是那个发明默克尔数的大神，他帮他们计算过，将来只要造出一个半径30米的超大球形杜瓦瓶，能够轻松容纳550万颗大脑，每年只需要造上10个这样的超大杜瓦瓶，就能装下全球每年去世的所有人了啊！我们可以就这样不断的造，直到死亡得到科学逆转为止。我上个月这期也说啊，00年05后出生的人，人均寿命会变得非常高啊，所以大家有充足的时间去验证。那为啥阿尔科前40多年发展客户发展的那么慢，只冻了小200人呢？啊，虽然他们的官网、社交媒体把这个技术宣传得很完美啊，但你要是生物化学技术还不错的话，是能看出很多问题的。一个就是，虽然他们把血管里的血换成了发动机啊，但是还是不能保证所有的细胞都不生成冰晶。不同的细胞其实冷冻、解冻需要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当然，阿尔科历史上也经常摆烂的一点啊，是在临床死亡后很难按理想时间、理想状态给人冻上。有的案例是因为跟医院扯皮啊，拖了好久都没冻上啊，有的是冻上了，但是回总部没那么快，特别是运一些国外的客户啊，有时候都冻2星期了，还没能顺利换血进瓶，等于早给人冻瓷实了。面对少数进瓶之前就冻瓷实了的案例啊，阿尔科跟媒体说，冰晶问题面对未来技术
也根本不是问题。很多人因此对这个机构不信任也加深了。这里也讲一下，地球上在低温环境下冻不坏的生物还是很多的，比如最强的水熊水熊不是熊它是缓步动物的俗称。水熊虫一般也就1毫米上下从零下200度到180度都能活，甚至放在真空环境中一段时间都能活。但是水熊面对极端状态也是要脱水进入隐生态才行。目前看如果是人的话，解冻环节实际比冷冻环节更难，就跟我们吃大冰淇淋桶一样，从冰箱里刚拿出来冰淇淋桶之后经常是4周都开始化了，最中间还冻得硬邦邦的。我们怎么让一个大冰淇淋从里到外瞬间化掉？人类还没有这种能力。实际上世界上第一例冷冻人詹姆斯·贝德福就因为最后的瓶子造慢了，在瓶外多待了10多天时间。后来贝德福作为第一例冷冻人又被运到阿尔科了，到2017年刚好冻了50年。实际他家人早就不给他续费充值了，阿尔科还得接着供着。没办法，因为人家是吉祥物你要是因为没人续费充值就不接受白嫖就不服务了，好多年积累出来的品牌也没了。阿尔科为了让更多人接受这服务也推出了会员体系，就是在你活着的时候就开始慢慢交钱成为会员。比如 Facebook 天使投资人定期花钱给自己换血的彼得蒂尔也想死后保存在这里。如果连充会员的钱都没有也能考虑成为他们的精神股东，每月只需付10美元，可以持续看到他们内部的人体冷冻学月刊。他们也说与5年前相比，医院对他们的敌意倒是少了一些，因为过去他们和医院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不过我看了很多资料后感觉至少在今天，阿尔科生命科学基金这个机构离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还很远，反而还有大量的批评。的确，正规的科研团队靠12醛已经做到了兔脑解冻冷冻后突触回路的保留，但采用的方法跟阿尔科之前的方法是不一样的。相比来说，俄罗斯公司和中国公司的客户增速更快一些。我们先说俄罗斯公司，俄罗斯的人体冷冻机构叫 Krios 这个公司的 CEO 也说去年他们也收到了创纪录数量的询问。一方面是大流行期间，许多人头一次开始有大段空闲的时间对死亡进行思考另外很多客户本身也是新冠带走的，他们价格相对便宜点冻全身3.6万美元，冻脑子1.5万美元，期限是100年，可以无限往下续约。这个机构也挺逗的创始人是一对夫妇，是个夫妻店，本身新冠期间经营的不错，结果几个月前俩人撕逼了，女方直接进入冷库里，把一大堆洞里面的老客户抢跑了。期间也有员工跟媒体讲那抢的过程中罐里都没气儿了，气儿跑光了都快，里面的人都快凉了不对，都快热乎了。一辆大车就把好多焦头烂额给拉走了。人家战斗民族就是硬核咱们国内顶多也就抢公章，人家直接抢脑子，男的赶紧就报警了。我估计俄罗斯警察叔叔刚接电话时也得下一机灵，喂警察同志，我老婆她玩不起，她搞偷袭，把我的一大堆尸体和脑子抢跑了。那整的警察还以为是啥巨型案件呢，反正到最后愣是有一个人头找不到了，给人家客户承诺的成空头支票了。这个事件也暴露了 Krios 竟然是毫无安保这个机构最近的声誉很是受损。事实上他们的场地和设备都是非常简陋的。那我们中国的人体冷冻中心又怎么样呢这家唯一的机构是山东省银丰生命科学公益基金会。我们第一例本土冷冻案例也是在2017年才做，到目前根据他们公开的数据一共有12人已经享受了冷冻服务，会员有47人。说实话，虽然我想尝试拿他们和国外机构做详细对比，但真让我客观的评价国内这个机构靠不靠谱目前还是挺难的，因为它太新了，先谨慎观察吧。目前只是知道这个冷冻机构的资金实力是比美国的2家机构要强的，在其他医学领域他们跟地方医院和科研团体甚至还有一些合作。银丰集团山东本地人很多人都知道银丰老板间接持股几百家公司了。什么时候让生命延续计划彻底走向市场这会儿咱还看不出来，但需求一定是有的。在国内市场上做真的是太容易了，比如过去的干细胞治疗的乱象，在卫生部叫停未经批准的那些干细胞临床研究后依旧一批一批的小老板组团出国一针几10万的打。不过目前山东这家冷冻机构在自我定位上与宣传上确实没有像美国那么激进的宣传，他们做的为数不多的对首个案例的宣传在3个多月前也又受到了一些非议。因为首个在本土被冷冻的人年龄是不怎么大的，只是中年网上也讨论作为被冻起来的人的配偶如果选择再婚是不是一种不道德。那银丰在宣传片中也表达不一定是为了某一天复活，他只是留下了一种希望。
以及保留一个家庭完整的心理寄托。而具体到帮死者做现场冷冻处理这种情景相关的医院只是提供一个场所，对这个行为则采取不肯定、不参与、不表态的方式。中国的冷冻机构应该也是在等相关法规的完善与明确，可能不太敢去激进的扩张会员。根据数据对比，虽然银丰会员积累的还很少但增长速度已经是美国机构的数倍了。具体费用则完全没有公开，也就是说还没有一个公开的售卖渠道，只向特定的人提供服务，其中个别人确实是希望自己能有永生机会的。假设我们继续开脑洞如果你是科幻迷的话，应该能想出2个方案一种是像阿丽塔战斗天使那样，钢铁城中的人虽然是机械身体，但永远只用一个人脑，机械零件不断换，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因为大脑的衰变也是不可逆的，细胞分裂分化有绝对的限制， DNA 每复制一次端粒就变短，最后给细胞的只有2个选项，细胞周期被抑制和细胞变永生，也就是癌变。或者用更简单的逻辑想，那首先不可能有永恒的物质，要想有永恒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就需要不断的找容器来推挪，就像基因选择我们的肉身作为容器一样。所以永生的理想方案就一种，扫描那些冷冻的大脑，将里面的意识上传为代码，再下载到新的身体上。现在的科幻作品也会让这一过程愈发的符合逻辑。这2年科研界与工业界有些突破容易让科幻爱好者拥有一种错觉就是人的生命和计算机算法是一致的。首先是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合成生物学已经使我们能像为计算机写程序那样去给一个细胞做编程，可以简单理解成就是用 DNA 的语言来编甚至我们还搞出了人造新碱基，让人愈发的觉得生命的本质就是编码，而这个编码本身也没那么特殊了。比如也有团队在尝试让 DNA 成为一个储存计算工具，4进制的信息密度远远高于2进制，1克 DNA 理论上能储存 2.15亿 GB 的数据，1立方米 DNA 溶液存储的数据能超过全球的总存储量。从保存时间上来看，只要外界环境理想，其他介质也远不如 DNA。17年还有团队把一个人骑马的动图存在了大肠杆菌的 DNA 上然后大肠杆菌不仅能生存，还能在接下来的繁衍中每一代大肠杆菌都保存着这个动图。后来我们又往 DNA 上放了歌，放了视频。前年我们国内团队还用 DNA 算出了900的平凡根，看起来都很有趣再比如在脑机接口领域，意念打字意念控制机械手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像脑控无人机这种，4年前我自己也有试过，不过那会儿更像是一个注意力无人机。美国也实现了通过脑机接口把一些视觉信息传递给盲人。在很多实验中，我们只要扫描人类大脑，就能在受试者自己有感觉之前预测出来他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欲望，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面对这些新的成果再去看未来简史我自己感触更深了，就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在不断的被消解。科学家在打开了智人这个黑盒子后找不到灵魂的证据，也找不到自由意志的证据，找到的只有基因、神经元、激素的影响。构成神经的一种丝状蛋白微管的半衰期是10分钟，树突的肌动蛋白丝大约每40秒更新一次。与1个月前的我相比现在的我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物质集合。当代科学让人类是有自由意志的这种观点越来越难站住脚。比如靠电极我们可以轻松地控制大鼠的欲望，甚至是遥控大鼠，也可以使用电极让一个抑郁症患者压抑的感觉立刻烟消云散。包括我们在很多猎脑人就是2个大脑被分割开的人身上做的实验，都表明我们不存在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自我。因为猎脑人左右脑信息不通左眼和右眼单独看到的信息那也是不相通的，可以证明很多东西。很著名的一个实验是得诺贝尔奖的罗杰斯佩里作为一个猎脑人小孩的实验。当他用语言问一个小男孩长大后的梦想，男孩的回答是想当绘图员。这个答案是左脑提供的，因为猎脑者的逻辑推理和语言是由左脑控制的。而男孩的右脑虽然无法控制口语，当研究人员在纸上写字问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并只给连接右脑的左眼看时，小孩立刻用拼字牌拼出了自己想当赛车手。那说不定这个实验也能一定程度解释为什么有的人他又想当一个政治家，又想当一个完全不社交的作家。会不会不同的职业期盼不一定是只靠一个自我决定的呢？或者有没有可能青少年时期的你跟朋友交流时靠语言系统讲出来的梦想，和你写作文时靠书写阅读系统写出来的梦想也是不一样的呢？这些案例都会让你重新思考内心中的自我究竟是什么。再比如有一种病是解离性人格障碍，患者会觉得自己的躯体里有很多个人格，他们可以有着不同的自我意识、爱好、年龄，甚至是性别。目前人格数量最多的病例一个身体里住着24个人。假设我们
想要帮这位患者完成上传。对他来说，他肯定希望他的人格一个都不要少。另一个极端的就是自闭症患者，研究人员发现自闭症患者自我意识都不是很清晰，甚至严重的自闭症患者没有我的概念。比如想吃苹果的时候，他们会说苹果，而不是我想吃苹果，我要吃苹果。虽然我们都不想承认，我们心中的自我或许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个体，甚至不是完全自由的。强调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也开始让有更多科学素养的年轻一代觉得陌生。讲到这里认为人不存在自由意志的可以扣1，存在的可以扣2。所以一些激进派认为，未来的意识上传当成一个工程问题去解决就可以了。我们再进行一个思想实验，假设大蜡烛想上传自己，我是手术台上完成的这个实验。如果旧的我和新的我会先有片刻的共存时间，然后医生就会立刻把旧的我毁灭掉。那大蜡烛的感觉，究竟是被医生杀掉的那个旧蜡烛的体验，还是说是挥手告别旧躯体的新蜡烛的体验呢？科幻剧《上载新生》里给的设定是上传的瞬间从上到下用激光把旧的头毁掉。还有一个乐观的激进派是库兹韦尔，这个人是起点临近的作者，也是美国国家科技奖章的获得者。他认为可以这样解决，可以考虑用等效神经材料替换我大脑的一小部分，慢慢换一点一点换，这样新旧的感觉就不明显。后期可以再用给每个神经元提供一个神经纳米机器人的方式，让海量的纳米机器人协同工作，他们在脑细胞内部进行自动定位，然后传信息。目前我们平均一个突触能够储存大约4.7比特的信息数据。毕竟在2022年的今天摩尔定律被英特尔的 Ribbon FET 再次续命了。那他认为在2040年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技术在科研端的突破。讲了这么多还是要提醒大家，人脑低温保存和意识上传就算80年后在这个世纪末能实现，现在的冷冻技术可能连进度条的1%都没积累到。事实上，在问了很多人后，我发现是否相信这个故事，其实取决于人们的生死观。每个人的生死观千差万别，相信人离开世界后不会再以任何形式存在的人，认为化为尘土后我们与这个世界再无任何联系的人，更倾向对冷冻与永生保持乐观态度。就好像篮球比赛的最后1秒，一定要在几十米外下意识的把球投向对面的篮筐一样，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那么我们这几代人的生死观又经历了哪些巨变？为什么我说人的生命和计算机算法是一致的，是一种错觉？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意识是人脑的机能这句话？我们下一期再讲吧。下一期我们会讲，在自由主义崩塌、虚无缥缈的科幻技术尚未取得突破前，我们这一代人该如何寻找新的信念。